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咱们来说说王志安和他的前妻李菁。本来我一直不太喜欢说这样的话题，因为有点像八婆一样。但是呢，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之后，我不淡定了，我觉得我得说说对这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啊，应该是3月9号那天，王志安的前妻李菁在日本做线上直播，而且是在他们日本的家里。但是呢，因为他们俩已经离婚了。估计买的房子呢是以王志安的名字买的，所以呢，王志安说这是他家的房子，叫李菁滚出去，而且当时他的态度非常的蛮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李菁在视频里哭哭啼啼的，有点怎么说呢，弱势群体的样子。不过我觉得任何事情呢都有两面性，从这个视频来看，这个李菁确实是弱者，而这个王志安呢，他的态度真的有点大男子主义，或者好像与那个李菁有仇的样子。我们来看看这视频啊。对不起，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话说清楚。2018年，当时我在中科院工作。当时在微博上做科普，有800多万关注。我那时候我事业很好，王志安要求我退出网络，理由是我总是喜欢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受人关注。他说他自己已经是名人了，家里不能有2个人都在风口浪尖上，这样家庭风险太大了。我说可是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是2口子啊，你不是不准我说出去吗？有时候人家搞活动碰巧邀请了我们俩，你都让我叫你王老师。他说他说我滚滚！你别吓唬孩子，我滚！你给我滚！从我家滚出去，听到了吗？你在我们家住了9天了，你知道吗？是你说的，滚！你说的，你把你的家的钥匙给我的。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不能，我马上报警。我忍你已经够了，我跟你说，我马上报警。你随便，你知道吗？你随便直播，理都不理你。你私传我们家，我跟你说，我马上报警。你把孩子吓的，你随意。我马上报警。すみません。千代子を話せる人がありますか？はい。はい。
你随意，你知道吗？你把一个人家占领9天，你知道吗？我没有占领，我来警察跟你讲，没有任何人批准你到我们家，知道吗？你把钥匙给我的，你把钥匙给我的。钥匙给你，并不表明让你进我们家，你知道吗？你等着进监狱。跟你说吧，你既然这么做，我跟你说，你就等着进监狱。好，我进监狱。すみません。来，请问你好，我进监监狱。喂，你好。你好，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能听到你说话。让我进监狱。好，让我进监狱。你把这个关了，我现在有涉及到个人隐私，我要报警。啊，你好，你稍等啊，我到那个楼下去你好，我住在。王志安要逼死我，他要逼死我。他离婚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他离婚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他不是这么说的，是他们的员工都知道的。他跟我离婚，他是有条件的。当时他逼着我来日本，我们才来了2个月，他就要跟我离婚。你们总是说是我跟他离婚，不是的，是他逼着我离婚。是他逼着我离婚。他跟我离婚的时候，他是有条件的。他说他不会再生孩子。他说我们之间的女儿是可以得到他全部的父爱，这都是他说的。换个时间直播好不好？他现在他要逼死我，他还报警，他要从。我们换个时间直播。刚才大家看了视频，我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反正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呢，这个李听是个唯唯诺诺的人。你看，在视频当中，一个劲的说对不起啊，怎么样，还哭哭啼啼的，而且非常怕那个王志安，所以呢，可能他的性格有点懦弱。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但是从王志安在视频当中他的态度，他说的话，骂那些东西，我就觉得这像一个前夫吗？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对吧？他对李听就像对仇人一样，有这样的态度吗？后来呢，李听他情绪稳定之后，又做了一个视频，诉说了他当天呢被王志安报警之后，警察把他带走了。带走之后呢，这个王志安还污蔑了说，这个李听呢有精神病，所以呢，在拘留所的时候，据说警方把他送到了一个医院的精神科，检查之后，那医生还是比较负责的啊。检查之后，反正医生已经确定这个李听没有精神病，所以呢就把他放出来了，也就所以了他能够做这线上直播，也能做第2个视频来曝光王志安的为人吧。据李听说啊，王志安这个人在中国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已经家暴了不止1次，甚至呢在警察都有案底。说到家暴，我觉得一个男人敢对自己的老婆或者敢对其他女人实行家暴的，不管是说对女性是男性吧，凡是有家暴倾向的人，我就觉得这个人绝对人品有问题，不是好人。何况是对自己的老婆有家暴，而且不止1次。所以从这点我就非常鄙视这个王志安这个人。大家注意啊，我没有关注过王志安，虽然我看了他在油管的关注量有170多万，而且从他最近呢跟那个老雷做的视频来看，很多人对这王志安现在因为李听曝光了王志安的为人之后要取关了。目前还有177万，也许今后呢会越来越少，或者今后他的观看量会大幅降低。能够对自己老婆对前妻家暴的，绝对是个不怎么样的人，人品绝对有问题。然后呢，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很多人女性啊，
为了维持一个所谓的完整家庭，或者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忍气吞声，就导致了那个渣男啊，就变本加厉。对我来说，一个男人如果是对我家暴，只准发生一次，也许我原谅他，就看他家暴当时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对吧？但是如果是再有第二次，绝对是不能容忍的。而这个李听，很显然，他容忍了第二次、第三次等等。所以呢，这也许呢是李听的性格缺陷。刚才我说的，也许呢他是为了保持着所谓的婚姻，或者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父爱，怎么样，所以呢忍气吞声。你看他在那个视频当中，在直播那个视频当中，就是王志安突然闯入镜头那个视频当中，他哭哭啼啼的样子，好像很唯弱，非常胆小，怕事等等，对吧？而且从外貌看啊，这个李听好像年龄要比这王志安要小得很多。也许估计呢，当时啊，在中国的时候，结婚之前，也许呢这个小女孩不经事嘛。过不了那个王志安甜言蜜语这一关，后来呢，就在他甜言蜜语的攻击之下，就嫁给了王志安，然后呢，还生了一个女儿。他们的女儿呢，也一起呢到了日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对这事情关注过啊？我来说说我知道的东西吧。2019年的时候，王志安就是离开了央视，他原来是一个央视的著名的调查记者。一段时间之后，在中国媒体呢开了自媒体，然后做了节目，也非常受欢迎。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呢，在中国，他的媒体呢被晋升了。其实啊，在中国，无风不起浪。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封杀这个，不封杀那个，只封杀你王志安呢？绝对他本身可能犯了事儿，只不过呢，中国官方没有说而已。后来呢，他就只身去了日本，相当于移民去日本了。去了日本之后呢，他又返回过来，说服自己的前妻，当时还是妻子啊，跟他一起去日本。而他的前妻李听，在中国是一个公众人物啊，他的微博有800万的粉丝，还有他在天涯也是一个红人。所以呢，在中国其实他是前途无量的，加上呢他的工作非常的好，他的教育程度非常高，他是中科院的一个博士，在中科院工作。在中国有多少人，14人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有中科院这样的职位，对吧？还是博士，所以这个人绝对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有知识的人。而且他有800万粉丝，就说明他本人啊有自己的特质，对吧？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否则不可能有800万粉丝。他是做科普类的东西的，所以呢，大家可能对他还是比较肯定的。但是这样一个人，可能呢接触社会比较少，就不知道这社会的险恶，也不知道自己的前夫是这样一个渣男。他的前夫王志安到了日本之后呢，也做自媒体，在油管上比较成功，他也算一个公众人物了。他就 PR 自己的前妻、自己的老婆，叫他呢放弃自己，比如说在国内的工作，跟他到日本移民到日本去，然后呢不准他发声，不准他出来当网红。人家800万粉丝啊，但是呢这个李听，所以说一个是知识程度很高的人，也许呢他也有某些缺陷，就是少一根筋。年纪可能轻了不跟事儿，所以呢，他就听从了他前夫的说服，离开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带着他的女儿，然后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之后，举目无亲，可能日语也不会说，对吧？唯一的依靠就是他的前夫，她的老公，当时的老公啊，王志安。然后呢，失去了原来国内优厚的工作。我相信啊，原来他在国内绝对是衣食无忧的人。中科院肯定待遇不错，对吧？然后呢，各方面的条件也不错，又加上有800万的粉丝，如果他留在国内，绝对可以过得非常的好，比现在他在日本这个穷样要好的不止万倍。所以我就不知道像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就这么轻信了她原来丈夫跑到日本去，而且呢，她丈夫叫她干嘛，她就服从她丈夫的安排，叫她不要出来讲他们这件事情。到那天为止，
他那些粉丝一直以为啊，王志安虽然他有100多万粉丝啊，一直以为王志安是一个人还是单身。然后呢，这李婷还要叫他老师，叫王老师，有这样过分的吗？不敢公布自己的婚姻状况。我觉得渣男体现还在另一个方面，反正我是做不出来的啊。前面不是说了吗？她听了她当时丈夫的说服，只身来到了日本。2个月之后，王志安就提出跟他离婚了啊。明知道人家抛弃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去了日本，可以说一穷二白去了日本。2个月之后就跟他离婚了。其实我相信啊，这王志安之前绝对已经知道他不爱他的老婆，也就是他的前妻李婷。但是为什么人家放弃了国内所有的一切优厚条件之后，跟你跑到日本，然后你就跟人家离婚了，举目无亲，没有收入来源，相当于把人家抛弃了，哪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一个正常人都做不出，何况他是个网红，有177万的一个网红。相信啊，他通过他的节目，绝对他的收入可以养活他自己，养活他的老婆和孩子，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王志安据李婷说，在日本有了新的女友，而且他的女友也怀孕了。2个月之后抛弃自己的前妻，然后呢跟自己有一个小三，可以说这样说吧，对吧？有了另外一个孩子，这良心大大的坏啊！不是说你抛弃他不好，而是你让人家抛弃国内所有的一切，跟你到了日本，然后呢你跟他离婚。开始啊，李婷可能以为是假离婚的，可能他们之间有私下的一种协议，跟他呢许诺了很多东西，后来不兑现。2人的孩子，你们知道吗？王志安给他的女儿生活费1个月多少钱？只有区4000块钱。在日本那样的物价情况下，4000块钱算什么东西啊？李婷没有了其他生活来源，所以呢，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苦。我真的觉得哈，我们中国某些人，或者我们某些中国女性，一定要为自己着想啊，不要想到啊我的丈夫怎么样，首先要想到自己，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因为她当时你看抛弃国内所有的一切，跑到日本，相当于投靠她的前夫了，投靠，因为自己没有收入来源，什么都要仰望她丈夫的施舍了，到时对吧？在日本她就这样的情况呀，所以你看她在当时她直播那个视频当中，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李婷呢就是非常胆小怕事的一个人，怕她的当时的老公怎么样，或者已经离婚了，她的前夫怎么样，对吧？你看她的唯唯诺诺的样子，我看着我自己就感到心碎啊！一个女人有必要这样低声下气吗？做一个有骨气的女人不更好吗？据这个李婷说啊，是她的前夫 PUA 她，让她产生了忧郁症，因为自己失去了国内的一切，举目无亲的能力，还受丈夫这种可以说是言语的虐待，所以最后呢，在她 PUA 下，她的精神崩溃了，得了忧郁症，但是呢没有精神病。这个李婷这个人啊，她前夫王志安在日本做那个油管频道，做得非常成功。他的背后呢有一些文案，可能就是李婷写的，因为李婷她的文笔非常的好，她所做的一切可能呢，比如说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反中啊，或是反共啊，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关注过这个人。据说他是被台湾官方禁止入境5年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可能呢也不讨民进党的喜欢，才被民进党当局呢禁止台湾入境呢5年。那么可以推断，可能他也不是特别反共的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啊，在海外那些反华的还有反共的那些团体，他是不受欢迎的。比如说什么新唐人啊，或者什么那些法轮功的媒体是不太喜欢这个人，或者是不喜欢这个人的。那就说明可能啊，这王志安也许呢，他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人物，不说反共，也不说挺共。所以这个李婷呢，在后面可能写了很多的文案。这油管的收入，李婷还是有一份功劳的啊，对吧？而且作为一个丈夫还有孩子的父亲，他有义务
支持自己的前妻，或者当时还是妻子，那为什么那么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与自己的妻子假离婚，然后呢弄得现在这样？反正我觉得啊，这个人非常的邪恶，我认为啊，可以说把自己的前妻下半辈子都全部毁了。反正啊，我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为了我自己个人的利益毁了我另外一个可以说是至亲或是比较亲的一个人他的下半辈子的前程，而且还是我自己孩子的母亲啊。从直播他闯入镜头对他的前妻李听骂的一些脏话呀，还有蛮横的那态度来看，这个王志安绝对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而且呢他的人格缺陷非常严重，非常自私，非常龌龊的一个人。这是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给我得到的印象。而且从他与老雷谈话的那个视频下面，所有网友应该是超过好几千上万的评论来看，大部分网友就是非常的鄙视这个王志安的，说要退群，要退订，就说明啊，广大的网友还是有雪亮的眼睛的。现在终于知道王志安是什么人了，或者是什么人渣了。我真的希望像这样一个人，不管他还能不能回到中国，也不要再回中国挣中国的钱了。他想待在日本就在日本吧，或者去其他国家也可以。据说他出了这样的事之后，可能入籍日本的事情就比较困难了。不过他要入籍日本，日本要给他那个户籍，我认为无所谓。我发现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那种高知女性啊，在很多方面因为社会阅历呢比较浅，所以呢很容易听信一些男人的摆布。大家还记不记得新冠疫情期间，在中国当时应该是在香港某部门工作的一个女性吧，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了啊，现在我真的忘了。她不是听信了郭文贵的骗吗？郭文贵就把她骗去了美国，然后呢配合郭文贵他们来抹黑中国这个新冠政策等等等等，反正说了很多的谣言。像这样一个女性，虽然也是什么博士，但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对整个中国利益来说，她是做了亏心事的。也许她这一辈子很难再回到中国。而这个人呢，到了美国之后，被对方控制起来了，比如说被郭文贵他们控制起来了。目前为止，也再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音信全无。他在国内还有一个母亲，非常的着急，心也碎了。但是这位母亲永远也联系不上自己的女儿了，不知道自己女儿在美国是死是活，她的安危怎么样。像这样一位女性，也是中国的高知女性，没有考虑后果，不知道人性的险恶，抛弃了香港的一切，抛弃了自己的母亲，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跟随这些人跑到了美国。你看，落得了这样一个下场。虽然李听呢没有出卖自己的祖国，但是他们下场其实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好结果。我觉得非常的可悲。本来在国内有大好的前程，但是由于轻信了自己，可以说当时最亲的人，然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你们觉得王志安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相信他原来家暴他自己的老婆吗？你看到了日本之后，2个月就抛弃了自己的前妻，然后呢，自己在日本其实他的收入挺高的，每个月只给自己的女儿4000块钱。本来知道自己前妻没有生活来源，还是只给4000块钱。这样的人难道有良心吗？至少我觉得这个李听呢，应该在日本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要考虑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事情，首先为自己着想。而且当时他就是怎么说呢，太天真了。在国内有800万粉丝，为什么你当时老公叫你放弃，不要再做网红，你就听信了他呢？一定要做经济上也独立的女性才行啊！这是我对所有人的忠告，不管是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要期望啊，不要以为你最好的那一半在所有的时候都会帮助你，都会站在你这边，都会支持你，不一定啊，因为人心险恶。所以呢，在事业上，在经济上，一定每个人要做到独立，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好，朋友们，
这就是我对这个王志安还有对他的前妻李汀的一些看法。至少从弱者的角度来说，我现在是站在李汀这边的。但是造成今日这个窘境啊，李汀他也有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是我绝对不会抛弃国内的一切，然后跟着某个人跑到日本举目无亲。好的，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啊。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